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华强北的 AirPods Pro。Hello， 大家欢迎回来 MTV， 我是 M。那我们今天呢，回归数码博主这个职位哈。然后我们今天呢，看一下个东西，就是如标题所见，华强北的 AirPods Pro 啦。那我手上的这一个呢，就是华强北第2代版本的 AirPods Pro 啦，和官方正品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哈。然后我也带上了我第1代的官方盒子 AirPods Pro 第1代。那我们等一下呢，这个影片就会去专注的开箱于它这一个盒子华强北的跟我正品的有什么差别呢？然后耳机也会做一些对比啦，然后它的音质啊、它的降噪、它的通透以及它的麦克风，它们全部的功能做一些对比啦。然后这一个影片呢，就会给出一个总结，到底华强北的版本究竟好不好用呢？我们开始开箱吧。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盒子的这个封面哦，它其实是跟正品的类似啦，因为它有一点凸起来的感觉，而且它的表面都带一点光泽感哦，带一点光泽感就会显得你分不清楚到底它是不是正版哦。所以你们如果不小心的跟别人买的二手呢，其实要注意一下哦，有可能它是华强北出版的。OK，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它周边哦。我买的这个版本呢，它是中性产品啦，所以是不会有任何的那个 Apple 商标的。那我们打开内部 ，OK， 映入眼帘的没有 Design by Apples California， 而且是空的，那就是这个中性产品的特质啦。OK， 打开里面呢，它不会有任何的 Apple 的那个贴纸。然后只有一个 manual 手册啦，那这个 manual 手册呢，应该是跟正品的是一模一样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教你如何去打开连接你的 AirPods Pro， 然后更换耳塞的一些详细步骤啦。OK， 这样我们这个就放一边吧。他们连这一个都仿得88%嘛，我是觉得蛮厉害一下的哈。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它内部哦，它里面还给了什么呢？它还给了一串的这个 cables 啦，那这个 cable 呢，就是一个 USB-C to Lightning 的 ，OK， 这个仿的不完全，因为我们的是 Type-C to Lightning 的。那它给的耳塞呢，其实也是跟官方一模一样的，它已经附上了蛮多个的耳塞哈，有最小的 XS、S， 还有 Large 啦。那在耳机上面呢，就是 Medium 的。OK， 那这个耳塞呢，我换了，几乎都是跟官方的那个更换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哦。那这个加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本体吧。那它本体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本体哦，它的整个外观几乎跟官方的一模一样。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哦，它背面这一个荷叶部分，其实它用的是 plastic 的啊，官方的是金属的版本。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仔细看的话，其实可以分辨得出它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但是有一些比较更高端的高仿品，它这个可以做成金属的，你是根本分不出来。然后它下面这一段 Design by Apples in California 这个跟正品的是一模一样的哦。那这个高仿品是高端版本，所以有印出来。那低端版呢是没有印的。我有带来的低端的版本，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哦。那我们把它打开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机舱顶部哦，它也是有列明它的 Series 跟它的 Model 的啦，几乎跟官方一样。然后呢，我们把耳机拿出来看一下，它也是用机舱充电的，而且下面的充电部分几乎跟官方一样。那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两个耳机哦，它的底端呢都列有它的那个 code， 然后它的四周围的接缝处理是类接近官方，因为它的边边缘缘哦，它这些还是有一点点割手的感觉啦。所以这个部分处理的就我是觉得蛮华强北的，毕竟这个价格就摆在那边嘛，还有做到这样子的做工，其实我已经觉得很满意了。What's up？ 那它整体的做工呢，10分我会给它一个8分啦，其实是蛮高以下的哦。那我们就现在来看一下正品的到底是怎么样哦。OK， 那我手上这个就是第1代的官方版本 AirPods Pro。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它这个图案呢，
真的非常的立体。然后你这样子摸了之后，你就觉得华强北呢只有微微的凸起而已，那官方呢是整个隆起来的，而且是非常有质感、非常的亮的。那我们看它周边，这就是正品啦 ，OK， 它肯定是有 AirPods logos， 写着 AirPods Pro， 然后呢还有一些 Series Number 那些东西啦。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吧。那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 Design by Apples in California 那正品的东西。然后我们打开来里面哦，它的册子我们来看一下哦。那这个教学纸呢，真的跟刚刚那一份真的超像的哈。那你们现在觉得华强北是不是真的很厉害？那这个其实它要仿的话，其实蛮简单的 ，OK。那真正的难的就是它的降噪，还有它的通透啦。那我们把这个盒子拿起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的 cable 我已经拿出来了，哈哈，你现在是看不到 cable 的。然后它官方附送的呢，肯定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个耳塞啦，而且官方送的是可以牢牢的锁在上面的。刚刚那一个是会有带一点点松动的哦，可以滑掉的。那官方呢是完全不会掉下来的。那官方这一个第一代版本呢，只有 S、L 跟 M 啦。那新版呢就多了一个 XS。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代的耳机哦。那第一代的耳机呢，它的构造跟第二代其实是有微微的改动啦。所以我们这边就做一个实际上手触摸一下哦。那我现在摸了之后才发现哦，官方的那些缝隙啊，好像也有一点点做的不是很完美了。这样子对比的话，其实华强北的处理到其实蛮不错的。然后官方的这一个充电地方会比较的紧实，那华强北的呢是有带一点缝隙的啦，所以这就是小破绽。那耳机的下面部分呢也是有匿名这些 code 的啦。所以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哦。你们是不是影片看到一半呢？那这个广告呢是 sponsor by Edmond TV 的哦。那你们还没有点订阅的话，赶快点一下订阅按钮吧。那这个广告会持续5秒钟哦。我们继续看影片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官方正品的 AirPods Pro 跟华强北的 AirPods Pro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吧哦。然后我们来猜一下，到底左手边的是华强北的呢，还是右手边的是华强北的？我们来猜一下。其实左手边的才是华强北的，那怎么分辨出呢？正面来看的话，其实你分辨不出来吧？那它的颜色上面呢，官方的是带一点米色的感觉哈，官方呢是带米色的。那华强北的呢，其实是纯白啦，纯白色的。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哦，它背部官方的做工呢是真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它的荷叶部分呢是金属的。它们的字样呢，其实你们分辨不出来，哪一个是仿冒的，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诶，除了那个 Assembler in Vietnam 跟 China 的分别之外，几乎一模一样。还有这个按钮哦，套房呢其实有点突出啦，其实这个就是它的做工问题。那整体上来说，如果没有在旁边有一个正品给你去对比哦，你们几乎分辨不出来它是官方的还是华强北的。所以看了我的这部影片，你们就会分辨了吧 ？Nice。OK， 那我们打开来这个机舱，我们做一下对比哦。它的上面呢，几乎都是有印那一个 Serial Number 跟它的 Model 的。那这个旧版的呢，我是不懂新版的，它的那个 code 是不是跟我这个第一代一样啦？因为可能第二代的有点做一点改变了，所以这个华强北的是有印上去，那跟我第一代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啦。OK，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最低端的华强北版本 AirPods Pro 第二代，它是长怎么样的吧？那它整体构造呢，其实跟那一款是一模一样，有一个这个洞可以给你扣一些绳子啊那些之类的哦。那背面呢，其实一看就知道很廉价的感觉，整体做工非常的不行，然后是没有字样的哦。你把它打开来之后，它的上面也是不会有字样的，而且重点是你耳机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版本真的是非常的廉价，它的耳塞呢跟官方的都是没有的比的。超级的不舒服那种带啦。那它跟刚刚的那个高级版的华强北 AirPods Pro 呢，它这个耳塞就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啦。那这个呢，其实它拆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哦，它跟官方是不一样的塞法的，而且它非常的难塞回去。那这个版本呢是不会有任何的通透跟降噪功能的哦。OK， 它上耳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割耳朵啊，我觉得是它材质问题吧，做工不行。
真的非常的割耳。OK， 那我在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它的音质真的非常的不行，而且还输过那些有线耳机啊，所以你们在选配的时候不要选到这种低配版本的哈。然后它真的非常的割耳朵，就是它材质可能做的不太行，它的东西没有做到很完美，它的功能也就只有一个弹窗功能啦，就是这个弹窗它一定是会有的哦，肯定是有弹窗的，就这个像而已，其他的都不像。 OK， 这样子这个低配版就到这边，我们去测试一下高配版本还有正版吧。Don't know where to waste my night. You can come here, join a real low life. Hiding our heads on the pillows. Wonder what real friends are made of. Not gonna leave, let's talk for a while. Drinking from the get-go till I'm too smile. Hiding my head on the pillows. Wonder what your friends are made of. Don't know where to waste my night. You can come here, join a real low life. Hiding our heads on the pillows. Wonder what real friends are made of. Not gonna leave, let's talk for a while. Drinking from the get-go till I'm too smile. Hiding my head on the pillows. Wonder what your friends are made of. OK， 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这个麦克风正频所发出来的声音。我来做一个测试一下哦。恐龙扛狼，布鲁彪，布鲁彪，布鲁彪，恐龙扛狼。OK， 你们现在听到的全部声音呢，都是这个华强北的 AirPods Pro 所录制出来的声音啦。那我们做一个测试一下。恐龙扛狼，布鲁彪，布鲁彪，布鲁彪，恐龙扛狼。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华强北的 AirPods Pro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降噪哦，到达官方的7-8成左右，然后它的通透呢就比较差啦，差强人意一点哦，到达一个30% 左右，就是3成左右。然后呢，它的音质呢，我一番对比下来的话，它的音质是跟官方的差不多的。然后它的麦克风呢就差强人意啦，真的是差一些些的。跟官方的对比的话，官方的是非常 clear， 非常的清楚清晰的。那华强北的呢，它呈现效果就略差一点啦，可是还是听得清楚的，只是人声模糊一点点哦。然后它里面可以调的功能呢，几乎跟官方一模一样，可以改名字，所有都可以做啦。那对于那个空间音频呢，你打开之后，所有歌曲的人声呢会更加的清晰，但是空间感就没有啦。这个高配版本可能就少了这个空间感的感觉。那其他更高阶的版本可能会有哦，它还可以调一些背景音啊，就是那个下雨天的，然后海浪声啊，通通都有，几乎仿的一模一样的。那真的是让我非常的 surprisingly 吓到，你知道吗？超级的吓到。OK， 那以上就是这个华强北 AirPods Pro 的所有开箱内容啦。它真的突破我的想象力耶！一个华强北的 AirPods Pro 高仿呢，居然可以去到这么高的等级啊，可以到达一个7成官方7成的等级左右，真的非常的夸张哦。这个就是我测试的内容表啦，体验下来的所有结果都放在这边哦。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麻烦点一个 like， share 一个 subscribe 哦。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